好想脱下身上的盔甲，好好呼吸一下。每个人都想好好爱一场，其实我也一样。人总会有悲伤、狂欢、离别和沮丧，经过了才算学会坚强。带我飞翔到个安全的地方，是你让我看见未来的希望。幸福不难，就在前方，有你在身旁，我会勇敢。天天开会都解决不了问题，真的是浪费时间。开会只是为了讲，讲了又不做，真的是无聊。所以迟到也有好处啊，迟到1分钟少1分钟的无聊。每次迟到你小心啊 ，MD 对你印象深刻。男人是不会介意美女迟到的，他只在意你可不可以让他眼前一亮，让他的精神立刻振奋起来。真是佩服你，你的生活永远只有风花雪月。什么意思？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以前是嫁个好男人，现在降低了，有个好男人就行了。哎，你还没有醒啊？你嫁了3次啊！我是最近才醒的，我知道为什么找不到爱我的男人了。喂，你干嘛你？看，都是张的错啊，装黄的灯。我的老二。难怪老三丁薇跟我上床的时候，每次都要关灯。其实我还以为他害羞呢，原来呢是 OK， 我不需要知道你们那么隐私的事啊。哎，我去找你老公帮我除掉这个态度好不好？那以后我跟男人亲热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会不舒服了。轮到我心里不舒服，他会给你朋友折扣的吗？他敢不给吗？太好了。什么时候要过去？我跟他说一声。速战速决，明天吧。明天？那么快？有问题吗？明天我好像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。这跟我去找你老公有什么关系啊？怕你们不熟吗？我想陪你去啊。我Lisa是要去哪里都可以交朋友的，不用担心。所以我才担心。哇，有面试。你看这些女人，前凸后翘，皮肤嫩嫩，不用去找你老公了，真好。Lisa，哎，哦，哎，你先走吧。哎，你丢，来。怎么样？新人看得怎么样了？样子个个都可以，开口变白痴了。是这样的啦。选来选去都选不到几个理想的。是吗？刚才我在外面好像看到1、2个蛮适合新戏的角色的。是哪几个？我可以约他们再回来面试的。让我回去看看吧，选好了再通知你。没问题。谢啦。JKU Clinic。 Betty？ 啊，姚太太。
老板在吗？哦，你找1分钟打来就好了，他刚进入手术室。你要不要我叫他打电话给你呢？啊，不用，他在忙，不要影响他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再见。I don't want. I don't want. 娜娜，妈咪，怎么了？妈妈 don't want to go toilet. No， 你现在长大了，你不可以整天做 potty， 你要学会上厕所噗噗，知道吗？我不要，不要。妈咪跟你玩一个游戏，给你吃薯片 ，OK？ 都要吃饭呐，你还给他吃薯片？妈的，这是一种治疗，我不会给他吃多的。来，闹闹，你每答对一题呢，妈咪给你吃1片。这么少？那你答错了，就连1片也没有啊。那我问你，小孩子每天要做什么？冲凉喝牛奶。闹闹冲凉喝牛奶了吗？冲了喝了。好，冲凉了，喝牛奶了。小孩子每天上厕所要做什么？大便小便。闹闹有小便吗？有。有。有大便吗？那赶快去大便啊！妈咪给你1片、2片。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。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闹闹又闹什么闹？好了好了，爹地带你坐巴士啊。No， 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才帮他改掉坏习惯，你又让他重来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这是一种治疗 ，ABA 治疗，就是要培养他有正常作息、有时间观念，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没规律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么复杂，我哪里知道？我要做班，我要做班。啊，不去了，每次回来都这么烦。我要做班，我要做班。我要做班。咖啡座，一定是带那个女人一起去。明天我有一个同事 Lisa 会去诊所找你。Lisa 是谁啊？还没有听你说起过吗？Atom Sales 的高级经理，人长得很漂亮的，一眼就让男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。是吗？那我就要认真看看了。有些东西啊，看看就好。我会很注意的。对了，不要忘了给人家折扣啊。放心，我会给他折扣，还提供最好的服务，给足你面子。那就谢了。对了，辞职的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接下来我会有升职的机会，决定不辞职了。再说，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了工作，就等于没有了价值。我可不想做个又老又丑的黄脸婆。好吧，好吧，早知道。哎呀，睡了。好了，看看，这灯变模糊了。
痛了这么久才模糊这么一点啊！以后找男朋友找名字短一点的。我以后不会这么笨啦，才读男朋友名字。Lisa，来坐。那这样我会给你药膏，早晚各擦一次。姚医生，我还想做另一个手术。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？我想upgrade我的卡。哦 ，OK 啊。太小了，男人不喜欢的。真正喜欢你的男人不会介意你的 cup 的。男人大部分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。既然你这么了解男人，为什么现在没有男朋友？我的男的朋友很多，就是少了一个真命天子。做你老婆真好。这话怎么说？你可以常常帮他翻新，想老都难啊。你看康利哪里有改过吗？他好像没有啊。这个原因呢，就跟你不需要 upgrade 你的 cup 是一样的。真的叫人妒忌。我只是想找个 love me for one 的男人，为什么这么难？你为什么不是我的老公啊？啊，你跟 Betty 预约时间，再做3次 ，Jonathan 就彻底消失了。那手术费呢？啊，康利跟我交代过，给你特别优待，半价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太爱你了，爱死你了，拜拜。拜。什么？不再有新系列？这么多年了，观众也腻了。可是不能就这样停掉的。没有收视率的节目，还做它来干什么呢？主持人都不说真话，还叫什么真心话节目呢？收视率低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或许过一阵子，观众很快就会把事情忘记的。总之呢，于凡已经失去他的诚信。一个没有诚信的主持人，说话是不会有分量。那好吧，没别的事，我出去了。还有，虽然是你个人的私生活，我无权过问，但是最近你的负面新闻是多了一点。虽然是幕后人员，但是身在媒体，就得有媒体人的形象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你一点不觉得意外？小姐，第一天在娱乐圈了，早愈了。都是那些记者煽风点火的，事情才越闹越大。不哗众取宠，报纸怎么会卖呢？再说空穴不来风，也怪不了他们。度量很大哦。这叫面对现实。在娱乐圈，一个负面新闻就会打垮一个艺人多年努力。为真心话付出那么多，到头来竟然一场空。你是在说我，还是说你自己？两个人。其实没有东西会是一场空的。什么事情都会有得跟失，我们不要看失去的，看得到的。你的名声直接下降，你得到什么？其实往好的方面想，可能是时候让我们放下了吧。你真的是这么想吗？嗯哼，我看得很开，只是不好意思连累了你还有团队。往好方面想，其实甩掉了你，我那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了。怎么样？还是没有他的消息？我现在是最希望电话响，也是最怕电话响。我的。你也怕一凡？怕什么？我有什么好怕？喂。我有些事情，我先走了。
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知道我以前的事情？钱呢？你不给我，我就报警。你很清楚的，那件衣服上面有你老婆的血。我告诉你，这10万块钱我给了你以后，你不要再来烦我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给我听清楚啊！你不要再想勒索我啊！你听到了没有？陪你，副总裁，你好。坐啊。听说戏剧组的 Senior VP 找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那天在公司遇见你，我一眼就觉得你的外形很特别啊。真的，希望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很有兴趣演戏的，从小就梦想可以做个大明星。对了，我这里有些照片，什么造型都有，可以看一下。还有摄影师说我是百变女郎，什么装扮都适合哦。不错，够放，够性感。我们公司就是需要这种演员。你结婚了吗？还年轻，干嘛要结婚？男朋友应该有吧？有几个了？果然是新时代女性啊，不认真会很吃亏的。还不知道是谁吃亏呢。那如果让你在戏里演小三呢？好啊。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，会让人恨之入骨的。那也只是演戏，有什么关系？那如果是真实情况呢？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越不在意呢，就演得越好。你心里如果有包袱的话，就会演得很假。心情那么好啊，叫那么多东西吃。气都气饱了，谁惹你生气了？你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，是有点不舒服。没看医生啊？每个人看到我都装得若无其事，只有你才会关心我。我们的工作只可以死不能病啊，有事一定要给医生检查吗？孩子的事解决了。哦，有什么事是不能解决的？又死要面子了。我17岁就认识你了，好像只有到现在才能真心相向。老了，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意气用事。你认老哦，我可没有认哦。你也死爱面子啊！皱纹啊，一条条都爬出来了，还不认老？哎，在电视台都20多年了，一生的青春都给了他。哎，我们进来的时候都只是个 AP， 从最低呢做到今天这个位置。那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啊？看着别人上山下山，自己却始终走不出去。你舍得放下？最近觉得累了。是真的很累啊。累就要让自己放个假，松懈一下，不要憋死自己啦。什么时候来的？难得你们2个人会聊天，偷听一下你们在说什么吗？早知道说他坏话，都没有坏话给你们说的。哎，今天你们2个人都不可以加班啊，我们去 shopping。要 shopping 你们自己去 shopping， 我没东西要买。我没有兴趣。我认识一间服装店的老板，他说最近来了很多新货，叫我带朋友下去看看的。哦，原来是想利用我们呢。
你讲话真的很难听哎。我是看你们2个人最近压力蛮大的，想帮你们松懈一下嘛。我明天还有很多会议要开，很多资料都还没看呢。那我不管了，今晚6点半 reception 见，不见不散。喂 ，No excuses。康妮，看上什么啦？像我这种身材的人啊，来 shopping 是增加压力，不是像你说的减压。一定会有一件适合你的，挤一下就行了。急，我才不会勉强自己啊。也对，你也不需要了。你老公人这么好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他还是会很爱你的。他告诉你的？羡慕死了。我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像你老公这么好的男人啊？哎，我找你老公帮我 up 我的 cup size， 他还给了我半价。对我这么好，我想我以后会把我的全身都还到完。你要隆胸？你不会不好意思的，叫同事的老公帮你做这种手术，怎么会不好意思呢？胸而已嘛，他是医生又不是没看过哈。我们真的跟他有代沟的。其实你老公诊所里的女护士每个都这么漂亮，不会担心的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专家说有头脑、会赚钱，又有样子的男人最会偷心。你老公3样都有，就要小心点啊。我老公对我忠心耿耿。哎，帮我看一看。Hello， 到了啊。哦，给我5分钟哈。OK， 拜拜。我先走了。这么快就要走？约了人啊。约了男人啊？不告诉你。先走了，拜拜。不是他约我们的吗？自己中途耍约，什么态度？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。走那么久，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东西啊？小姐你好，请问几位？3位，谢谢你啊。他怎么会来的？这就叫冤家路窄。太巧了吧？是老天有眼。嗨，迪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哎，怎么这么巧？对呀。哦，我太太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怎么称呼你啊？你好，我叫 Apple。原来是一粒苹果，那肯定还有樱桃、柠檬和芒果吧？怀疑我？偷吃还敢光明正大 ？Honey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位真的很难找。没关系。哎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 Apple 的老公 Steve， 我太太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么巧，大家一起坐吧。不了，我约了2个朋友。哎，我已经在餐厅了，你们在哪里啊？什么？在楼下的。OK， 我现在马上过来。Sorry， 不好意思啊，我得先走了。好，玩得开心点。你也是啊。拜拜。拜。拜。多喝点冷水吧，可以降火。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有时候
不要绷得那么紧了。你说很容易，你再放松一点点。小三来势汹汹，很快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像刚才那样，完全是误会。夫妻间如果多一点信任，就不会那么尴尬了。你男朋友的老婆还不是很信任她老公，结果怎么样？做老公的还不是跟你在一起？真的是很好奇，因为你是小三，你究竟有什么感受呢？你是希望男人把老婆甩了跟你在一起，还是希望他们一家团圆？我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如果你男朋友现在有了另外一个女人，你会怎么办？真心付出，结果他还是背叛你，你心里会服吗？我无话可说。我们是站在一条线的两端，你在另外一边看问题，永远也不会明白我的感受的。你也不会明白我的。在事业上，我们处事干净利落；在感情上，一塌糊涂。我们都拖泥带水。我的伤感。Hello。为什么这么迟才回来？会迟咩？好像比你平时回来的还早。他跟我去 shopping， 没事的。没事，你看穿了那么短，那么性感。这个不叫性感，这个叫有个性 ，OK？ 平时穿衣服就已经很外露了，还越穿越过分。就算我包得像粽子一样，你也是看不顺眼的啦。你看他跟我说话的态度没大没小。我不是这样对每个人的 ，OK？ 像对丽莎姐。我对她就特别尊重，特别有礼貌。我看你还是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吧。你们两个还挺有默契的啊。Rain 刚才也叫我搬过来跟你们住。好啊，我已经快受不了他了。我才受不了你耶！不要顶来顶去可以吗？是他顶我啊。是你说的话让我听了不高兴。好，要搬过来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任何条件我都答应。你们两个关系一定要好，我不要每天做救火员的。不答应我就不考虑了。我试试看。我也试试看哦。啊，这样也好，我也可以省下房租啦。耶！还有别忘记啊，明天还有记者招待会。开什么记者招待会，浪费时间啊！几点？下午1点半，还要我们做一段才艺表演。啊？还要表演？你的鼓练怎么样？打来听听。别瞧不起我啊！是这样好不好？这样不对，看我怎么打。能够进入这一次的男女老少大比拼，分别为花开富贵、欢喜一派和新年新3组。不过很可惜，因为一些个人的理由，花开富贵这一组将正式的退出这次的比赛。听说你们胜算很高，放弃了会不会太可惜啊？我是因为一些个人的理由，所以我才退出的。哎，医生说我的健康亮起红灯了，所以没有办法才要退出比赛的啦。
除了这个比赛之外，我知道综艺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我不清楚你在说哪一件事情。这些事情都跟你有关系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，对不起。是你回答不了，还是你不想回答？我们都希望听到你的真心话。今天记者会的重点是男女老少大比拼这个节目，请不要把问题偏离了。听说今天真心话是最后一集，是真的吗？不再有新系列的原因，是不是因为和于凡的杀人事件有关？你和于凡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时间不多，我现在呢就跟大家介绍2支队伍的详情。新连星是母子。你听大姑说2句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听啊！心平气和听我说几句好不好？我让你参加比赛是逼不得已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那么做的。都已经成定局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也许你觉得很过分，你没有做错，可是站在公司的立场，他需要维护形象。万一你们的身份被揭发，受到最大影响的不是你们，也不是我，而是电视台。几年前，一位主管级的人员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家属参赛，后来事情被揭发，主管呢在公司也待不下去，电视台也蒙受了一定的名誉损失。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。刚才记者会你也看见了，他们穷追不舍，他们最喜欢挖内幕新闻。你跟我的关系能隐瞒多久？肯定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。到时就算让你拿冠军，他们也认为你是通过我走后门得到的。我才不是呢，我是要走后门吗？哪怕你真的有才华，人家还是选择不相信你。真的有才华，不是要上这个节目，还是有机会扬名的。真的可以啊？那就看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了。信心很大。来，我们现在欢迎妇女组合欢喜一派。早知道不要叫你来啊！我刚才只是一时失手，后来还不是跟上了。等你跟上，表演都结束了。哎呀，他是不习惯面对镜头才会这么紧张的嘛。回去练练胆就行了。等他练完比赛都晚了。我看我不参加算了。他放弃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互相迁就吧。再过几天就是比赛了，你的鼓最好练好。临阵退缩也不是大丈夫所为啊。我就试试看吧。那难得你们2个来电视台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真心话录影，好不好？有什么好看的啊？我要回公司。今天是节目最后一集，我们请来了最新出炉的 Superstar 歌手，有没有兴趣啊？他帅不帅？当然了。那我就留下来。
哦不，去看看也好，说不定还可以偷点经验哦。你不要偷那些失败经验就好了。哼。去吃饭吧，吃完了带你们进场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节目到了尾声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《都市真心话》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。没有观众怎么办？你上去 office， 把我们部门的人全部叫起来当观众。可是 office 人几乎都走光了，只剩下几个。我已经叫他们下来帮忙，他们正赶下来。再去找，想办法。去。魏云姐，观众席的灯光尽量调暗点，我不想看到这么多空位置。导演，尽量只局部拍摄观众，画面要饱满，孔雀很多人。知道了。什么？没有观众？怎么会这样的 ？OK， 好，我马上叫人下去。大家放下手上的工作，马上到真心话的摄影棚去做观众，赶快啊 ！OK， 马上下去，现场节目来的。谢谢你啊。广告即将结束，倒数10秒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。真心话做了4年多，今天终于走到最后一节。打从我接真心话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在想，落幕的那一天会是怎么样的。都市还有真心话吗？欢迎大家收看《都市真心话》，我们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好想脱下身上的盔甲，好好呼吸一下。每个人都想好好爱一场，其实我也一样。人总会有悲伤、狂欢、离别和沮丧，经过了才算学会坚强。带我飞翔到个安全的地方，是你让我看见未来的希望。幸福不难，就在前方，有你在身旁，我会勇敢。原因大家都很清楚，是我让他走到这一步的，是我没有说出真心话。一个没有说出真心话的人，怎么有资格主持这个节目？生活里的人
永远活在真话跟假话里。扭开电视机，还要猜测它的真与假，不累才怪。今天我打算跟观众朋友们坦诚相对，我要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因为我担心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在这里，我要向所有支持我的观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。在14年前，我结过婚。我之所以没有对外公布我结过婚，是因为我的太太，她是一个很低调的人，她不想成为公众人物，她不想别人骚扰她宁静的生活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很红，我顾着我的工作，忽略了她。后来她生病了，我还是为我自己的事业打拼，没有好好的照顾她，没有好好的陪她。后来她患了忧郁症，自杀死了。她的死是因为我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还有，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情：我跟综艺组的高层只是朋友的关系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回事。我必须要还他一个清白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我太太能够再活一次，我不会让这事情再发生。我不会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，因为真爱难求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爱给你身边最需要的人，哪怕是1分1秒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拥抱，请用你的真心去拥抱他们，不要像我一样。想做都来不及了。你究竟有完没完？你烦不烦？总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，那么幸福和美满。我不贪婪，只求多些夜晚，不必酸，不孤单。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人的一生会积累，试问好生泪水，以为苦完苦悲苦味，能换来好结尾。为什么你就是不能为了我做些什么？就算你不要帮我，你就照着剧本把这场戏剪出来就行了，有那么难吗？难怪我刚才弄脏他包包的时候，他反应那么大。弄脏了就买个新的给他。我觉得最近菲儿好像不一样。我们认识也快3年了吧？其实我……百纳贝类死了！昨天晚上我丢错了，走了。等一下，小心！难道你的 Kelvin 比我阿公重要啊？如果见不到他最后一面，我会遗憾一辈子的。别等了，不要再等了！里面是8万，以后不要再骚扰他们了。谢谢你愿意帮我这个朋友。不要用钱来衡量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在我字典里没有门当户对这4个字的。我们的感情已经不在了，
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需要的是一个懂得爱我的人。我以我条件投降。